Hello， 艾瑞小伙伴，这期视频呢和你们聊聊刚刚发布不久的华为 P60，而且是 Art 艺术版。这期视频和你们来聊聊一些体验内容啊，只说重点，马上开始。只说重点，外观设计。虽然你们已经看过了很多人的开箱体验了，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聊聊我对这款手机的体验感受啊。这次华为 P60全系在正面采用了一致的大小，反而我们看到手机的区别来说啊，更多是背面摄像头矩阵大小的区别了。而且啊，这一次 P60系列次曲面设计啊，虽然它的两边是弧度边的，但是很小。相比之前的 P40 Pro Plus 的四曲面啊 ，P60系列不会特别显得是曲面。但是啊，手滑动的感受是十分明显的。我觉得啊，美观大于实际体验方面的。第二呢，就是整机的重量啊 ，P60和 P60 Pro 基本接近，但是60 Art 相比它们啊都会重一点啊，这应该是电池更大、材质不同的缘故。第三就是 Art 艺术版的设计了，这个设计没手的事情本来是一个主观的事儿，不过我是觉得啊，首先是很特别啊，同时也增加了手机的这个辨识度。这个辨识度啊是真的，而且啊也为手机设计带来了一次全新的思考，所以好看吗？欢迎弹幕来说说啊。只说重点，配置体验。华为 P60这一次在屏幕上面带来了统一，都是采用了6.67英寸 OLED 的屏幕，支持 LTPO 自适应刷新率以及 PWM 高频调光。色彩方面呢，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和三星 S23 Ultra 屏幕观感的对比。我的主观感受呢，对于色彩方面的显示准确了不少，同时它支持了 HDR Vivid 啊，像现在很多视频平台也都支持了这项 HDR 标准啊。同时华为 P60系列的录像也是支持这一标准的 HDR。等会儿呢，我会在录像的部分呢和你们来具体看。从屏幕观感来说啊，两边的曲度没这么大，也就不会出现那种正面视觉绿边的问题。同时 P60 Pro 和 P60 Art 采用了昆仑玻璃啊。屏幕玻璃的保护得到了再一次的升级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游戏表现了。首先测试的是王者荣耀，目前支持了120帧啊，整机游戏还是挺流畅的。来看帧率图，一局游戏平均帧为119.9帧。接下来是和平精英，目前支持了60帧啊，游戏整体也挺流畅的，一局游戏平均帧率为59.8帧。还有一点啊，它采用的硅碳负极大电池啊，但是啊，这一次 P60 Pro 和标准啊是4815毫安时。Art 呢则是5100毫安时电池啊，也是最大的。同时呢，支持了88伏有线快充，而且啊，这次充电器做的特别有意思啊，采用了双接口的设计啊，这样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数据线都可以充电。同时，之前的 Mate 50上面的那个卫星通信功能呢，这一次 P60不仅保留了，而且还支持了双向的通信啊。这样对于之前只能对外界发送信息，这一次还能通过卫星接收到信息啊。但是目前我们体验的 P60 Art 还没有升级这项功能啊，我会在升级到正式版本的时候呢，和华为 Mate X3 一起体验一下。只说重点，影像体验。在影像方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一次 P60全系主摄都是同一款，主要区别在广角和长焦部分。P60和 P60 Pro 的广角是一致的。P60 Pro 和 P60 Art 的长焦是一样的，但是啊，影像方面配置来看呢 ，Art 是最高的。先来看看主摄，4800万像素，支持 OS 光学防抖，而且依然有华为的 IYYB 啊。除此之外，支持了10级的可变光圈。其实 Mate 50系列在可变光圈方面呢，就比较有争议啊。这次 P60全系在主摄部分呢加入了10级的可变光圈啊，又再一次升级了。在1倍的拍照表现方面啊，日间还是带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成像的，而且华为属于先拍照再进行算法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比如你这张照片拍的过曝了啊，没关系啊，等看成片就不一样了。而且我这次拍摄的样张都是接近中午了，所以会有过曝的情况，算法抑制的还不错。在白天逆光也能带来暗部细节的捕捉以及背景过曝的修复啊。同时呢，包括夜景场景下啊，就算很黑，也能对灯箱这类的光源进行色彩和亮度的还原和抑制啊。同时暗部的细节也有。那在手机底部带来了 Xmage 的3个风格，很多人说有啥区别啊？我就在同一场景拍了3张照片啊，你们来看啊。
ART 还有一颗4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也是 P 系列最高像素的。当然啊，广角镜头主要的场景呢还是风景拍照或者一些大场景啊。那在 P60 Pro 发布会前呢，就看到了华为长焦的一些样张。这一次华为在长焦方面呢带来了升级，也是目前手机方面长焦上面光圈最大的一颗潜望式长焦镜头了。有啥好处呢？就是进光量更大比如拍远处的景物呢，能捕捉更多的画面内容，同时呢，也为夜景的拍摄带来了更多的可能。而且长焦拍摄的用处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看的取景呢，就可以用它来拍摄。而且你们看拍好的样张还是挺不错的，包括夜景能把远处拉得更近除此之外呢，像拍花花草草除了常规的微距呢，也能通过长焦拉近拍摄照片。在录像部分呢，支持了最高4K 60帧的录制我也进行了一段录像测试。而且这一次在屏幕方面带来 HDR 的显示，也就是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是那种很亮的情况下呢，手机也能显示出很亮的照片或者视频。指出重点，系统体验。华为 P60在系统方面也升级到了 HarmonyOS 3.1这个.1还是一些小细节的升级，比如锁屏加入了全新的主题。你看从 AOD 熄屏到解锁能带来一个一气呵成的动画。还有呢，在 AOD 熄屏显示中有了以天气而来的锁屏显示以前我们看天气都是需要打开手机查看天气，现在只需要在锁屏地方就能知道外面是晴天。而且在当下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像之前必须要佩戴口罩，但是戴口罩已经成为了我们目前的习惯了，所以戴口罩时候面部解锁就很麻烦了。之前 Mate 50 Pro 支持了口罩解锁，巧了，这一次3.1系统中P60也支持了口罩的面部解锁实际测一下解锁成功率挺高的。其他方面呢，因为目前我们还在持续的体验这代手机，有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内容呢，我也会发微博分享给你们当然看到华为 P60系列也在陆续的开售了，所以对于这台手机的体验，如果有和你们一样或者不一样的体验欢迎你们在视频的评论区弹幕分享给我，也欢迎呢大家持续的关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我是大龙。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欢迎关注我，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